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却从不晓得门下弟子全是野味大妖，而你随便扒的东西，居然都能成为他们修道升级的法宝。奄奄一息的枯树听了你讲的光合作用，进化成高耸入云的参天树神；被遗弃的辛巴跟你学了3天，竟转眼成为威震八方的狮子王。所以妖兽们都对你孝顺得很。胡妲己给你打理家政，虎先锋为你捏脚上钟，生怕你发现他们的身份落荒而逃。而这一切都源于8年前你失足坠崖，双目失明，好在被心善的小妖救下，更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明示系统。只要所有学生学习的进度达到100%，并通过特别考试，你就有机会获得相应奖励，甚至治好眼疾。于是你决定在山里办学。然而每天来听课的根本不是什么偏远山村的孩童，对此你浑然不觉。直到这天，第2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几位宗门女弟子进山采药，就撞见令人震惊的一幕：纵横丛林的熊二，叱咤风云的狮子王，翱翔9天的姬太美。一群大妖全都乖巧地聚在一起做广播体操，树上甚至盘腿打坐着一只往外掏供果的峨眉老表，他们神情虔诚，无一例外。此乃宗门重地，怎么能容忍妖孽玷污？雨修灵师姐立刻就要拔剑作死，突然山间传来震天吼啸，吃饭了。几位女修被吼得原地劈叉，眼前一黑。这声音太不寻常，定是离化形一步之遥的大妖。灵师姐犹豫再三，终究下定决心往深处走去。可这一路一行人越走越紧张。众所周知，这圣山可是修仙界一大禁地，所属正道第一宗门胎二仙门，普通人进来根本活不过半天，他们如果不是掌门亲传，是万万不敢偷溜进来的。可眼下此地明显遍布生活痕迹，几人正在心惊胆战的时候，突然又听到一阵诡异声响，就见几间小木屋前，一群大妖忙得不亦乐乎，抡着巨斧劈柴生火的黑熊，握着要处理草药的丹顶鹤，纺线织布的人面蜘蛛，甚至还有只老虎捧着书本养在石头上晒太阳。黑熊大厨一边熟练的切墩颠勺，一边嚷着：“赶紧请师傅用膳！”羽修们瞬间脊骨生寒，还没化形，居然就能口吐人言。什么时候禁地内聚集了这么一批行为举止和人类无异的妖？不知他们所说的师傅到底是何方大能？下一秒，在3人闪烁的目光下，你眼缠黑布，手握芒杖，缓步走出屋门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明示系，但你却不知门下弟子们根本不是什么山野孩童，而是一众即将化形的山野大妖。你眼缠黑布，手握芒杖，缓步走出屋门。刚刚还吵嚷不休的群妖立即弯腰行礼，躲着偷看的几个女修彻底惊呆了。看样子明明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凡人，是如何降服了这一众大妖？莫非是隐世的入圣大能？可即便就算是咱们创派数千年的胎二仙门，至今也只有开宗祖师有此层次。却见你拿过丹顶鹤地上的竹块，悠悠地尝了口黑熊大厨的菜肴，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熊大厨艺精进不少，可以出师了。一句轻飘飘的话让女修3人终于回神。杨师妹悄声提醒：“师姐，咱们快走吧，若被察觉，恐怕难以收场。”可惜3人还没动身，就忽然间浑身一颤，一股无形的强烈恐惧瞬间将3人笼罩。林师姐暗道不妙，缓慢回头，只见群妖中那最魁梧的虎先锋正冷冷盯着他们所在的地方。师兄怎么不吃了？套亮亮。虎先锋视线未动，眼中却闪过厉色。随后，他用利爪凌空划出字迹：“阿柳抓小贼。”早已识字的柳树精立刻抽出藤条。下一秒，这棵体型硕大的柳树居然开始移动，附近的每一棵树木似乎都活了过来，朝着3女修涌来。林师姐不敢犹豫，快走！可惜为时已晚，林师姐2人很快被藤条捕获，只有杨师妹侥幸逃脱，连滚带爬的想回宗门求救。此时，修行界第一大宗门胎二仙门内愁云惨淡。原来，自从4年前掌教女帝开始必死关，很多敌对门派就借机抢夺修炼资源，灵脉被封，秘境被夺，加上宗门大比在即，宗门内外明争暗斗，显然正是内忧外患之时。此刻林秀峰10多位宗门中流砥柱，正聚集于大厅，商讨过几日的大比事宜。谁知杨师妹跌跌撞撞闯了进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大师兄，灵异师姐被圣山的妖怪抓了，赶紧救人啊！你在胡说什么？圣山可是我宗门最神秘之处，怎么可能会有高修为的妖？首席弟子沈勋闻言拍案而起，杨师妹连忙解释，将所见所闻全盘托出。在场众人都有些狐疑。沈勋皱眉思考片刻，出声：“我们先悄悄进入圣山内一探究竟，看看情况到底如何。”说话间，一众修行精英御剑而出，直奔圣山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明示系统，但你却不知门下弟子们根本不是山野孩童，而是一众即将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们的存在更是引起了正道第一宗门胎二宗门的注意。此刻的圣山深处，你正在查看系统，发现虎先锋的学习进度已经达到了97%，马上就可以让他进行系统准备的特别考试。你对这孩子满意极了。师傅您慢用，我先去温习课业了。虎先锋规规矩矩躬身退下，然而他其实没走多远就隐身树丛中。等你离开后，他立即招了招爪，换来了迎狼北
风和胡妲己。刚刚有人类擅闯，我们逮住了小贼，但想必此处接下来不会安宁。你们清楚该如何做？放心，北风狼舔了舔嘴角，这是师傅的地盘，谁敢吵到师傅，让他有来无回。师兄，那我呢？胡妲己指了指自己，你陪着师傅，他喜欢听你背诗文，通知所有人不要轻举妄动，别让师傅察觉不对。三只大妖齐齐看向你住的草房，眼神恭敬而坚毅。与此同时，沈寻率领弟子已然偷偷摸进山里，果然有妖气。他紧皱眉头，难道圣山灵气太浓郁，真养出了精怪，还强大到能抓住灵医师妹？这传出去要被笑掉大牙。一行人面露愁容，沿着妖气痕迹搜寻。突然有个弟子不可置信地指着前方，所有人立刻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只见远处一片田野里种满各种稀有灵植，一具站满雀鸟的稻草人伫立其中。众人还没缓过神，却看到那稻草人居然动了起来，他手掌清扫轰走了身上的雀鸟。沈寻目光骤然变冷，唰地亮出长剑，一道凌厉剑光扫向田间。稻草人立刻察觉到危险，尖叫一声，拔出2条腿，跑得比兔子都快，边跑边嚎：“大师兄救命！”一个未化形的小妖竟能说人话，众修士再次被震碎3观。沈寻飞身追上，再次挥剑刺出。就在他的手快要触碰到稻草人时，一条柳枝猛地甩出阻止，瞬间卷起稻草人，不见了踪影。然而一切并未结束，弟子们随即发现四周树影丛动，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沈师兄，咱们不会中埋伏了吧？闭嘴，精怪们应互为天敌才对。可沈寻话音未落，就见林间阴暗处2道硕大的身影缓步走出来。北风狼在前用审视猎物的眼神扫视人群，虎先锋在后拦住人群的退路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名师系统，但你却不知门下弟子们根本不是什么山野害头，而是一众即将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们的存在更是引起了正道第1宗门太二宗门的注意。虎先锋和北风狼的出现，惊得一众修士面无人色。回去吧，此处你们不应来。然而沈寻却不甘败退，纹丝未动。师兄何必多言？北风狼纵身冲向修士们，瞬间就有几名弟子挂了彩。众修士吓破了胆，一心只想快点逃离。可虎先锋根本不再给机会，身形一闪，霎时林间惨叫声四起。沈寻脸色铁青，自己身边只余2人，可2个大妖还在步步逼近。沈寻眼中透出一抹阴狠，他居然伸手直接把师弟推了出去，自己却趁机施法逃跑了。北风狼立刻想要追赶，却被拦下。罢了，山外的世界危险重重，可那小贼势必会招来更多麻烦，如何向师傅交代？先审审这些小贼，看看怎么回事，再把情况报告给师傅。众人很快被关进了仓库。当看到先入坑的灵医师姐被绑成粽子还昏迷不醒，这些仙门弟子面如死灰。虎先锋怒声质问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们是什么身份？到此处有何居心？太二仙门的弟子，你们也敢动？你们这些小妖就等着被师尊严惩吧！这作死小弟的一番话，似是给了他人勇气。人群中立刻有人附和起来。虎先锋冷笑一声，一双利爪瞬间拍出。且慢，手下留人。一个苍老的声音叫停了虎先锋的动作。来者竟然是一棵山参，山参长须，跺脚碎步走来，伸出2根须子拍了拍虎先锋。申老，您这是？这几个人咱们动不得，此处却乃太二仙门的圣山，若真胡乱处置了他们弟子，恐怕那些宗门高手不会善罢甘休。那依您的意思是？反正已经抓了，不如先关着，届时与太二仙门聊聊条件。师傅那里还是得由你去说一声。片刻后，虎先锋向你恭敬的汇报有山贼来袭的事情。原本你还在为弟子的学习进度感到开心，这下喜悦却被担忧取代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瞎子和一群同样弱小的山野孩子和山贼硬碰硬，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你迅速将弟子们召集到教室，手掌一抬，吵闹瞬间归于平静。想必山贼来袭的事你们已知晓，所以今天开始，为师要传授给你们一门新课程。一众妖精纷纷凑到前方，只见你在黑板上写了4个大字：论游击战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名师系，但你却不知门下弟子们根本不是什么山野害头，而是一众即将化形的山野大妖。眼下你与正道第1宗门太二仙门的纷争正一触即发。师傅，什么是游击战啊？众妖面对黑板上的4个字议论纷纷。你胸有成竹，微微一笑。游击战就是一边移动一边战斗，记住精髓16个字。台下的弟子们眼神炽热，再次陷入了对知识的渴望。另一边的太二仙门中，逃跑成功的首席弟子沈寻正跪在地上汇报：这次我能逃回来，全靠师弟们拼命掩护，否则我也凶多吉少，恳请师尊做主，替师弟们讨回公道。听完沈寻的叙述，殿上长辈们都气得不轻，大长老更是勃然大怒：混账！掌门闭关之际，竟出了这等事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岂不叫天下耻笑我仙门无人？大长老随即便做出决定，宗门大比即刻更改比赛内容，全部弟子前往圣山除妖。3日之后，大比开启的瞬间，人群如潮水滚进山中，谁都没注意到人群里竟藏着灵秀峰主，他默默混在队伍里，心中立誓，一定要为弟子
弟子们出一口热气。可他不知道，如今的圣山早已遍布机关陷阱，正等着他们的到来。很快，一名正在探路的弟子突然看见了一块巨型玉钟乳，他刚要伸手去碰，脚下便瞬间踩空，掉进了早已埋伏好的深坑。峨眉老表立刻带着子孙现身，把昏迷的倒霉蛋悄悄搬走。此刻，圣山另一侧，3名弟子正眼神炽热地围在一块青石板前，只见石板中央长着一颗黑色灵芝，带着暗红纹路，让人好生眼馋。就在他们大打出手争抢灵芝时，突然耳边传来一阵嘲笑。北风狼缓步走出，眼神充满嘲讽。果真如师傅所言，你们根本经不起诱惑。这株灵芝是师傅的，你们没资格拿。霎时，北风狼便飞跃而起，身影闪转腾挪间，3人就全都昏迷过去。北风狼不屑地摇头，这种水平的对手根本不配让我们使用战术。夜幕降临，你听着弟子们传来的捷报，格外欣慰。然而下一秒，你却拿出了准备好的试卷，只因系统提示虎先锋的学习进度已经达标，离特殊奖励就差完成试卷这一步。若此时拿到系统奖励，或许对击退山贼大有帮助。可虎先锋看着试卷傻了眼，师傅，不如等打退山贼再考试也不迟。你却露出了让学生心惊的微笑。乖徒儿，完成考试你会有意外惊喜。眼盲的你在哀牢山教书8年，只因你意外觉醒了海淀黄冈名师系统，但你却不知门下弟子们根本不是什么山野孩童，而是一众即将化形的山野大妖。可眼下强敌来犯，战斗如火如荼之际，你却拿出了一份卷子让徒弟答题考试。虎先锋狐疑地接过试卷，一眼看去都是些平日练习过的题目。这种难度的考试真能有惊喜吗？怀着些许不确定，虎先锋开始挥笔作答。不出意外，虎先锋很快就完成了全部题目。你脑海中一道系统提示音陡然响起：徒弟虎先锋通过初级测试，奖励已送达宿主，进阶课程第1卷已解锁。然而你却一头雾水，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奖励，只是多出一本新教材，莫非是什么无形的好处？正当你疑惑时，突然听到扑通一声，虎先锋竟然瘫软在地。小虎，怎么了？你有些担心的追问，生怕系统奖励不靠谱，伤害徒弟。可虎先锋的声音中却透着难以掩饰的兴奋。师傅莫慌，弟子只是腿麻了，没站稳。你这才放下心来。虎先锋转身出门，他眯起双眼，望向夜色笼罩的树林，心潮澎湃。半日前他还在担心，这次太二仙门来势汹汹，若真遇上高手团战围攻，可能难以应对。但现在他不再忧虑，他盯着自己的手，轻声自语：敢打扰老师安宁的人，我绝不放过。战斗持续数日，山林间冲突四起。此时熊大正全速狂奔，他的身上布满伤痕，显然是陷入了苦战。几道破空之声在他身后愈发靠近，已是快要追上前来。终于一道鞭响远远袭来，狠狠抽打在熊大后背，将他击飞。3、5道身影随之落地，领头之人眼中满是戏谑之色。我劝你别做无谓挣扎，妖就该乖乖受死。其余人仗剑逼近，神情越发狰狞。熊大却阵阵冷笑：你们敢杀我吗？我若嘎了，看你们能不能活着离开。那领头人见熊大不肯屈服，挥剑就要将其就地处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劲风扫过，便瞧见一道人影出现在熊大面前。来人似乎年纪与他们相仿，面容却格外威武霸气。不仅是修真弟子，连熊大也呆住了。为何突然有人类救他？而且这人的气味似曾相识。师兄，你是师兄？昨晚得师傅教诲，让我成功破境，你且休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其实昨晚完成卷子的那一瞬，他便察觉到了自己身体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也终于明白了师傅说的惊喜是什么。洗精伐髓，脱胎换骨，从此他蜕变成人身，正式进入化形大妖之列。终于不必日日担心你察觉他是妖身，终于能让这些小贼血债血偿。虎先锋走向修士们，双手变为利爪，发出震天怒吼：放马过来！刚刚还大放厥词的太二仙门的修士们，此刻已是无法抑制的颤抖。万万没想到你麾下还有这等高手。虎先锋的猛虎威压完完全全笼罩住几个修士。大胆狂徒，你若敢伤我，太二仙门必定与你不死不休。哦，是吗？领头之人见虎先锋停下脚步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心想宗门名号终究是管用的。谁知下一秒，虎爪就已经重重拍下，一掌之下，经脉尽碎。不好意思，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一次，再听就没意思了。虎先锋淡淡说着，斯文地擦掉了全身的血渍。他将领头修士的衣服和令牌搜罗个遍，摇身变成就成了那领头修士的模样。向师弟北风狼交代2、3后，便径直走向树林深处。虎先锋以修士的样貌缓步穿行在林间，每遇组团的修士弟子，便趁对方放松警惕之机一一收割，连随身携带的包裹都绝不落下。时间很快便过去3天。自那之后，宗门弟子圈中便渐渐传开了一个消息，据说在这片深山中不仅存在强大的妖怪，还隐藏着神出鬼没的残魂，就算几个人组队同行，也没有任何胜算，轻则昏迷，重则丧命，物资更被扫荡一空，这让宗门间弟子人心惶惶。可你这边的妖怪们却是一片欢腾。大师兄威武，一个人将他们玩弄于股掌，闻风丧胆。都是师傅教导有方，助我化形。在阵阵笑声中，突然传来芒杖敲地的声响，全体妖怪立即齐刷刷看向门口。如果说曾经众妖对你还是徒弟对师长的尊敬，那在亲眼见证狐仙锋的化形后，当下已然是把你当做了神灵。孩子们辛苦了，为师为你们感到自豪。你毫不吝啬的夸赞，随后手掌一挥，肃静！大家知道最近山贼猖獗，不少同门受伤，
所以为师今日要增设一门新课——医学课。你边说边用盲杖在地面写下：昔在黄帝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迅疾，长而敦敏，沉而登天。其实这便是系统奖励的进阶教材。在你看来，如今正值山贼作乱时期，学习这《黄帝内经》，让徒弟们掌握医学知识，正是时候。可你没有注意到的是，此刻所有小妖都直勾勾盯着地面上的文字，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天地灵气疯狂钻入他们体内。胡妲己的毛发闪耀着耀眼金芒，峨眉老表的四肢肌肉明显膨胀，就连已经化形的虎先锋发丝也无风自动。群妖一脸错愕，显然师傅传授的根本不是什么医学知识，而是举世无双的修炼法门。然而让他们更加震惊的还在后面。你只是随意书写讲义，却让所有妖怪学生开灵悟道。而当你准备继续再写一段时，群妖立即感受到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天地威压，让他们喘不上气，浑身颤抖。但盲眼的你对此浑然不觉。你麾下修为最强的伏地虎先锋赶紧提议：师傅，这门课程太难，您逐句传授可好？听到建议，你这才停下动作。确实，整篇教学恐怕难以理解，那便分句讲授吧。听到这话，小妖们才松了口气，聚精会神地听你逐句讲解起来。可你们太过专注，竟全然没有察觉到窗外正有人偷偷潜伏。这人正是太二宗门灵秀峰主。他顺着气息摸上门，原想一探究竟，但此时他脸上的震惊表情丝毫不输群妖，只因他的修为已停滞多年，无法突破，眼看寿命将近。但当他看到地上文字的瞬间，困扰他多年的修为瓶颈竟然松动，隐隐有突破迹象。顿时无数疑问涌上他心头，这盲眼妖师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所传功法只是看了一眼，竟能助我有所顿悟，便是掌教女帝也做不到。再联想到此处乃是宗门圣地，莫非他是神隐圣山3000年的开山祖师？想到这些，灵秀峰主心中充满震惊与惶恐，他立即放弃了冲进去救人的打算，而是以最快速度返回宗门传讯，以免小辈们继续惹怒那些由老祖宗亲自指导的精怪，打扰祖师的清修。不多时，宗门长老齐聚大殿之上，听完灵秀峰主的叙述，所有人都震惊的脸色发白。大长老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急忙下令召回山中剩余小辈，随后询问灵秀峰主：老七是否还记得那人传授的法门？灵秀峰主立刻点头，提笔写出。下一秒，大殿上便涌起一股灵力波动。最先看完的那位长老居然当场突破，紧接着这样的情况在每个人身上接连发生，一时间所有人被惊得鸦雀无声。最终还是大长老长叹一声：看样子这法门确实出自老祖宗之手，此次我等犯下大错，老七带路，我要亲自去向祖师请罪。第二天中午，大长老和灵秀峰主便出现在圣山深处，但两人并未遇见，而是选择徒步，每步都带着敬畏。没过多久，进入中的呼喊。可是太二仙门之人，正是太二仙门现任大长老拜见神兽阁下。大长老立刻认出，这便是那传说中的化形大妖。若非老祖亲自指点，这么年轻的虎妖怎么会有如此修为？他连忙恭敬行礼，可这一拜倒让虎先锋愣在原地。宗门长辈上门不给徒弟出气吗？这和想象中的局面不一样啊！然而没等他想明白，大长老就又毕恭毕敬地将来意说了一遍。这时虎先锋才清楚，原来这群老家伙是把师傅误认成他们开山祖师了。虎先锋眼珠一转，立刻有了主意。昨日还是打得难舍难分的仇敌，今天敌方长老便登门谢罪，只因对方把你误认成了祖宗，便对大长老的拜见请求。你的徒弟虎先锋决定顺水推舟。师傅喜静，你们先候着，我去问问师傅意见，再来答复。然而他并没去找你，而是去了老山参的住处。申老，好消息，太二宗门把师傅错认成开山祖宗了。当真？他们祖师早已离世，如今师傅掌握绝世神通，完全能以假乱真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二妖一番合计，决定分头行动，做戏做全套。此时你正在房间里检查徒弟们的学习进度，却惊讶地发现，几乎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都大大提升，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奖励指日可待。就在你喜上眉梢时，申老来访，他将一张白纸铺在了桌上。师傅，想请您帮个忙，我邻村的朋友也想学点东西，您能否把昨日的讲义写上一句？爱学习是好事。你没有拒绝，提笔就把昨日所教那句写了下来，随后又附赠了一句教过的名人名言，一起交给申老。申老转身出门时，已然胸有成竹。片刻后，等待多时的大长老和灵秀峰主终于盼到虎先锋回来，然而虎先锋故意露出遗憾神色。师傅不想见客。听到这话，二人心情荡到谷底。虎先锋见时机差不多了，这才装模作样的补充道：师傅说念在你们是初犯，不再计较，特让我烧给你们一幅字。说着便将你刚刚写下的字推了过去，只看了一眼，两人就完全愣住。这亲笔字带来的感悟可比灵秀峰主抄写的强烈100倍，但当看到第二幅时，更加不知如何言语。只见纸上写着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你本意是送给邻村孩子，所以多写了这句，但在大长老和灵秀峰主眼里，这完全是另一种入道境界。许多修行中的困惑瞬间解开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从彼此眼神确认了猜测。老祖肯定已经参透大道，踏入传说中的无相之境，不愿见他们，自是因为不想再与前尘纠缠。大长老深吸一口气，庆幸这次老祖没有生气，不打算惩罚他们。看到两人完全相信了这个误会，虎先锋暗自窃喜，这才开口说道：走吧，去接你们那些晚辈。听到这话，两人立刻振奋起来，没想到老祖不怪罪，还允许他们带走晚辈，于是立刻跟了上去。当二人来到仓库时，便看到一群晚辈都被柳条捆绑着，安静坐在角落不敢出声。看守他们
们的竟是一株老山参。大长老和灵秀峰主小心翼翼地来到申老面前，仙草阁下，不知老祖宗还有何安排？被绑在旁边的年轻弟子看见自家师傅为你手下这样恭敬，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特别是林师姐，他记忆中的大长老向来严肃威严，门派里没有一个晚辈敢在大长老面前放肆，可申老却只是摆了摆手。师傅的墨宝五仙锋已经给你们了，二位无需多言，快接上门下弟子回去吧。以后请管好门下弟子，没有师傅召唤，不要再来打扰他老人家清修。被绑着的修士们见老山参如此轻慢自家长辈，都愤愤不平，期待大长老出手教训这狂徒才好。谁知下一秒，众人全都被惊得哑口无言。只瞧见大长老和灵秀峰主居然双双起身恭敬拜别，随后火急火燎招呼着弟子们匆匆离去，竟是一秒都不敢多待了。等修士们走远后，申老和守在门外的虎先锋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。虎先锋拱手称赞：“还是您足智多谋，还是多亏了师傅的那副字，有了这一宝贵筹码，不怕太两仙门不相信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可高枕无忧了。”申老捋着胡须，满脸骄傲。话分两边，大长老一行人回到宗门，便立刻将所有人传唤到大殿高台上。大长老缓缓起身：“今日召集各位，是要宣布一项重要门规，所有人都要牢记在心。”大长老一面说着，一面安排人将两幅装裱好的字画分别悬挂在大殿两侧，还用红布仔细遮盖。他拜了拜字画，而后郑重说道：“经过核实，圣山深处的大能正是本门开山祖师，那些妖兽都是老祖宗亲自训导的护山神兽。即日起，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得闯入圣山范围，违反者休怪老夫不客气。另外，这两幅墨宝是祖师真迹，蕴含着至高无上的修炼法门。现在先向大家展示其中一幅，另一幅需要立下大功才能观看。”说完就掀开了其中一幅，果然刹那间玄妙感悟涌上弟子们心头，就像被无形力量开启了修炼之门。与此同时，你正按照系统里徒弟们的进度准备安排考试内容，耳边却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，发现新学员等待确认，莫非是之前阿申提过的邻村学生？于是你仔细浏览新生资料，发现新生大多学习进度不到5%，属于正常范畴，可唯独有一个名叫林一的学生，明明刚被系统收录，学习进度就达到100%，可直接考试了。你忍不住连连赞叹，这孩子竟有此天赋。越加思考后，你便有了安排。你只是随手写了幅字，竟无意间点拨了一个修炼天才，成了他的老师。明明是刚被你的明示系收录的新生，学习进度却到达了100%，这意味着只要完成考试就可拿到系统奖励。于是你决定不可错过这么好的苗子，杵着盲杖就去了徒弟老山参的房间。此时老山参正在研读你的讲义，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即将化作人形，正在欣喜之时，便听到屋外传来盲杖声。老山参连忙起身迎接：“阿申，我没有影响你读书吧？”“自然没有，师傅，我听说您准备让我考试了。”“是啊，试卷已经拟好，你和胡妲己他们明天就考试了。不过……”你话锋一转补充道：“在考试之前，为师想让你出去办件事。上次你说邻村孩子想学习，便把为师的题字送了过去。没想到有个孩子天赋绝佳，你去找一个叫林一的孩子，请他明天也来参加考试。”老山参听完先是一愣，然后马上明白过来，太二仙门的弟子中有个叫林一的，只差最后一步就能筑基，看来是读了老师的题字，突然开窍，马上就要破镜。老山参赶紧答应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山参便去了太两仙门，在宗门长老们的一片欢呼声中，把林一带回了村子。林一哪怕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，可看到那么多精怪，还是紧张的手掌冒汗。仙草前辈，今天我有机会见到老祖吗？自然，待会儿见到师傅别叫老祖宗，他喜欢大家称呼他师傅，到时候说错话让师傅不高兴，可别怪我没提醒。林一急忙行礼感谢，片刻功夫，老山参便把林一带到了讲堂内，面对着满屋大妖，林一压力倍增，只感觉自己像只绵羊坐在了狼群之中。门外很快响起盲杖敲地的声音，你缓步走进讲堂，得知林一已到，便满意的将考卷分发给每个人。林一心里充满困惑，不是要来突破境界吗？怎么突然变成笔试了？难道这是祖师独特的指导方式？然而当他低头看清试卷内容，顿时惊讶的说不出话，这根本不是普通考卷，而是太二仙门珍贵典籍的复制本。那些所谓的考试题目，其实是让他写下对典籍的体会。这时他才真正明白祖师的深意，参悟经典正是突破的最佳途径。如果能对典籍有深刻理解，连续突破几个境界都很有可能。林一暗自下定决心，不能辜负老师的良苦用心。他从袖中取出珍藏的筑基丹，只要服用这颗丹药，筑基成功率几乎能提高1倍。可是下一刻，林一同学，考试不能作弊的。天才弟子考试时想要服用筑基丹药，却被你明令禁止，视为作弊，质疑你是个盲眼老师。听到台下学生发出了细微的动静，在你看来很可能是在准备小抄，于是你走到学生林一的桌旁，伸出手来。考试要靠真实能力，考虑到初次犯错，这次就不深究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就请你离开讲堂。林一吓得发抖，急忙把筑基丹放到你手中。你触摸着圆润的丹药，微微皱起眉头，下不为例。随即将丹药丢出窗外。林一冷汗直流，心道祖师爷果然不同凡响，丹药却能提高筑基机会，但依靠药物获得
得的修为，终究不如自然突破来的扎实。祖师能达到现在高度，要求必然极严，难怪会说使用丹药乃是作弊行为。学生惶恐，绝不再犯。林一连连道歉，开始专心回答试卷问题。时间缓缓流逝，林一认真答题的同时，不时被周围动静吸引。先是老山参周身泛起金光，显现出化形的征兆，接着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精怪开始蜕变。林一写完最后一笔，再看周遭，老山参变成了书生打扮的年轻人，眼神温和，气质文雅。北风狼化作银发少年，眉眼凌厉，亦正亦邪。柳树精变身长发飘飘女子，身段妖娆，发丝纷飞。胡妲己变成金发女孩，模样精致的像个瓷娃娃。林一连忙收回目光，凝神自查，果然丹田内灵力翻涌，筑基大成。考试刚结束的那一刻，你脑海里立刻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，新的一批医学讲义已经解锁，可你依旧没感受到奖励到底是什么。心里不免失望，看来狗系统是打定主意要你传授医术了，但你却并不知道，此刻在学生眼中，正有6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，径直没入你的眉心。林一心头大震，要知天降金光乃是天道赐予之象，当年掌教女帝领悟至高境界时，就曾引发天地异象，整个修真界都为之轰动。如今6道金光降于你身，你却毫无波动，脸上还带着无奈的神情，仿佛天道恩赐都不值一提。林一几乎想要当场跪拜，可你只是轻轻挥手。考试就到这里，今日咱们继续讲《黄帝内经》第2段。林一同学听完课，记得把笔记带回去，好好研读。听到这话，林一欣喜若狂，连连道谢。黄昏时分，林一匆匆赶回太两仙门，一见到大长老和灵秀峰主，便迫不及待地将你的笔记展开。这是祖师传授的修炼法门，请2位师尊过目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二人齐齐惊讶的合不拢嘴。只见纸张上工整壁写着《黄帝内经》的第2段，百问天师曰：上古之人，百岁动而不衰，然今时之人，半百皆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大长老才缓缓开口：祖师用心良苦啊！你随手写下的医学讲义，却成了天下第一宗门的珍藏墨宝，上至长老，下至弟子，无不潜心解读，只因你无意间被当成了他们的开山老祖宗。大长老看着你写的《黄帝内经》第2段，绞尽脑汁试图理解其中深意，随后终于开了口：老祖这话大有深意，表面是说如今修士体质不如古人，实际是在指出我们眼下的修炼方式不妥，只注重提升境界，却完全忽略了身体锤炼，不是长久之计。老祖之前赐下2幅字，让弟子们得以快速悟道，定是为了让弟子们腾出更多闲暇，努力锻体，体魄于修为缺一不可。原来如此，老祖当真思虑深远。灵秀峰主马上深表赞同。既如此，我等应该立即向掌门汇报，请掌门亲自推动修炼体系之变革。3人一拍即合，随即起身前往掌教女帝闭关之所。大长老取出一枚紫金铃，轻轻摇动，却许久无人应答。正当3人即将败兴而归时，突然空中传来巨大轰鸣，云层里仿佛有雷光翻滚，似乎是破镜引发的雷劫。可再细看，却发现这聚集的根本不是普通雷云，而是一片血红如晚霞的云团。从云中探出的闪焰，竟然带着不祥的暗红色。几人立感不妙，怕是掌教女帝闭关出了岔子。大长老连忙下令启动护山大阵，然而他话音未落，一声巨响便猛地传来，只见一道人影破空而出，扶摇直上，伴随着血云散去，那道身影无力的坠落，激起一地尘埃。片刻后，人影自烟尘中展露真容，慢慢走向慌乱的3人。长老们放心，本座并无大碍。不是别人，正是太二仙门如今的掌教女帝飞云。只是眼下的她早已不见往日的威严气势，反而略显疲惫，脸色不甘。本座自认领悟了天道至高法则，怎么最终关卡始终无法突破呢？敢问掌门，此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只因本座身为女子，体质属阴，难以承受大道洗礼，不然本座早已成就圣位。听到这话，3位门人同时怔住。难道祖师早已预见到这个情况，才会在此时传授新的法门？飞云见3人神色异常，立即追问是否宗门发生变故。大长老连忙将近日种种经历详细道来。飞云听得连连摇头，脸上写满怀疑。灵秀峰主连忙把带回的墨宝呈上。飞云看完后，眉头越皱越紧。好大的胆子，擅自闯入本门禁地不算，还敢冒充前辈高人，这件事本座定要追究到底。既然你们都去过那村子，林一还亲眼见过那群妖孽，明天待本座稍作休整，便随你们前去当面查证。如果这人敢哄骗本门，本座势必要把他挫骨扬灰。